眼前这个小伙明明在武汉大学苦读4年，临近毕业时却被学校告知他压根没有被武汉大学录取。得知这个消息的张鹏如遭晴天霹雳，他明明收到了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4年来仅学费就花费了30万，如今却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假的。难道这4年美好的大学时光只是一场幻觉吗？为此，张鹏找到警方和媒体寻求帮助，一时间武汉大学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？2011年6月，张鹏参加了高考。他知道以自己的成绩，想要考上985、211这样的重点大学根本不可能，能够考上一所普通的2本院校他就已经十分知足。然而最终的结果依旧不尽如人意，他的成绩连本科分数线都够不到。如今摆在张鹏面前的只有2条路，要么选择一所专科院校就读，要么外出打工，从此和大学生活无缘。父亲不忍心让儿子小年纪就外出打工，决定花钱圆儿子一个大学梦。最终父亲找到了一家教育机构，对方信誓旦旦地保证可以将张鹏送进武汉大学，还能像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，只是需要先缴纳15万的入学费。武汉大学是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重点大学，为了儿子的前途和将来，父亲没有丝毫犹豫便拿出了15万的入学费，而对方也没有骗他。没多久，张鹏便收到了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并且上面还附有武汉大学的印章。一时间全家上下欣喜若狂，父亲更是大张旗鼓地为儿子举办了一场升学宴，亲朋好友也全都为张鹏送上祝福。只是当老师和同学们得知张鹏收到了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，纷纷对此表示疑惑，因为他们十分清楚以张鹏的成绩根本不可能被武汉大学录取。或许是不想自己花钱买学历的事情被众人知道，张鹏只能说他是通过特殊渠道被武汉大学录取的。闻言，同学们虽有疑惑，却没再多问。9月，张鹏怀着激动的心情踏入了武汉大学的校门，本以为这会是自己人生的转折，从此等待他的将是更加广阔的天地，却不知这是他人生噩梦的开始。负责迎接他的是一个名叫王杰的男人，对方自称是他的辅导员，一上来就十分热情地帮他提行李，还帮他办理了各种入学手续，最后还将他送到了宿舍。张鹏发现他的宿舍竟然是一间杂物间改造的，床铺和柜子十分简陋，而且因为很久没人居住，房间里到处都布满灰尘。但正沉浸在美好大学生活中的他并没有多想，反而和其他5个室友一起认真地开始打扫宿舍。交谈中，张鹏得知5个室友和他都是相同的情况，几人都是因为高考失利而破格被特招进来的学生。晚上，张鹏和5位室友被王杰叫到办公室内开会，王杰对他们千叮万嘱，让他们不要将自己特招生的身份透露给其他人，随后便让他们尽快将学费交给他，以免耽误正常上课。然而当听到学费足足有18500块时，6个人都感到十分不可思议，毕竟公办院校的学费一般只有几千块，为什么他们的学费要比其他人高出这么多？面对他们的质疑和不解，王杰则是十分不耐烦地表示，他们是通过特殊渠道被招进来的，学费的标准自然也和其他人不一样，还说只要他们好好学习，将来一样可以拿到毕业证。王杰的话成功打消了几人的疑虑，为了不耽误学习，张鹏和其他5个室友都忙不迭地上交了学费。很快他们就迎来了新生的第一课——军训。只是让几人感到疑惑的是，教官点名时并未点到他们6个人的名字，那成队的军训服里也没有一件是属于他们的。教官还以为是他们找错了班级，让他们去问问导员是什么情况。张鹏立刻给王杰打去了电话，却没想到王杰竟然说因为他们是特招生，所以要到学校附近的郊区进行训练。对于这样的安排，几人虽然感到十分奇怪，但还是选择了服从。很快，为期大半个月的军训结束，王杰也给他们送来了这学期的课表，随后便领着他们去了教室。他告诉班长张鹏等6个人是以插班生的身份来学习的，平日里不用收他们的作业，任何班级活动也不用带着他们。然而这场私下里的对话，张鹏等人并不知情，他们还在期待着大学的第1堂课。很快张鹏就发现了不对劲，因为直到点名结束，他都没有听到老师点自己的名字，其他5个室友也同样没有被点名。张鹏立刻举手将这个情况告诉了老师，然而老师将点名册来回翻了好几遍，却始终没有找到他们的名字，还以为是教务处将他们几个人的名字给漏印了，于是便让他们去找导员核实情况。然而还没等张鹏将这件事告诉王杰，他们就遇到了新的问题。在学校，一张校园卡或是学生证几乎包揽了学生在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无论是去图书馆还是食堂，都离不开学生卡和学生证。如今入学已经1个多月，张鹏和5个室友却迟迟没有收到校园卡，学生证就更别提了。这导致他们不仅无法正常出入图书馆，就连去食堂买饭也只能用现金来支付。然而当他们将这些情况反映给王杰时，王杰依旧是拿以前的那套说辞来搪塞他们，因为他们是通过特殊渠道招进来的，自然和其他学生不一样，还说有没有校园卡根本无所谓，只要他们能正常毕业，能够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就可以了。
但既然是学校的一份子，张鹏等人就希望自己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。但在态度强势的王杰面前，只是学生的他们根本不敢反驳老师的话，只能继续委曲求全。就这样，张鹏等人和往常一样去教室里上课，只是点名册上从来没有他们的名字，老师也以为他们是来旁听的，并没有过多在意。很快一个学期过去，紧张的期末考试来临。为了不挂科，张鹏和舍友每天废寝忘食地复习功课，希望能考出一个好成绩，不辜负父母的期望，也不辜负自己交的那么多的学费。但考试当天，他们才发现学校根本没有给他们安排考场，几人如同无头苍蝇一样在教学楼里乱转。就在这时，王杰打电话来，让他们到一个空教室内进行考试，还说考试成绩会单独发给他们。这里的一切都和张鹏想象中的不一样，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外来者，从始至终都没有融入进这个学校，仿佛有一堵无形的墙一直将他们隔绝在外。张鹏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但迫切的想要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的他，还是选择忽视了这一切。就这样，时间一天天过去，眨眼之间，张鹏即将从学校毕业，加上那15万的入学费，4年来张鹏已经在学费上花费了将近30万。如今他只盼望着自己能早点拿到毕业证，然后找到一份好工作。只是这个再简单不过的愿望注定无法实现。身边的同学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论文答辩，只有答辩通过才能顺利毕业。在这无比紧张的时刻，张鹏和5位室友却无比清闲，他们根本不知道论文题目是什么，甚至连指导老师都没有。张鹏立刻联系了王杰，却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王杰的电话已经成了空号。巨大的恐慌感瞬间将他包围，张鹏和室友连忙将这件事告诉了教务处老师。教务处老师查询档案后告诉他们，学校里根本没有他们的学籍信息，这就意味着他们几人根本没有被学校录取。联想起入学以来的各种奇怪现象，几人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。得知消息的父母也急匆匆地从老家赶了过来，他们拿着录取通知书找到学校，要求武汉大学给他们一个说法。然而招生处老师却说他们的录取通知书是假的，张鹏根本没有被学校录取，学信网上也查不到有关他的任何学籍信息。张鹏和父母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，最终选择了报警。事后经过警方调查发现，和张鹏一样被骗的学生共有24个，这是一种新的诈骗手段。对方利用落榜学生和家长们基于上学的心理，伪造通知书并诓骗他们可以进入名牌大学就读，以此来达到敛财的目的。最终王杰等3名涉事分子被抓捕归案，但被骗的学生和家长却认为在这件事情中，武汉大学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，要求学校给予补偿。但校方认为这是黑心中介的诈骗手段。大学的管理相对宽松，武汉大学里有很多交换生以及辅修课程的学生，课堂上还会有旁听生，因此老师也难以掌握每个学生的情况。但学校承诺此后会严格管理学校，不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，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。虽然张鹏等人通过法律手段要回了被诈骗的钱财，但这4年的青春却是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的。没有获得毕业证和学位证，就证明他们现在只是高中学历，学历是进入社会的一块敲门砖。每年高考结束，都会有很多不法分子利用家长对孩子的关心去骗取钱财，比如办毕业证或是录取通知书等等。还有很多野鸡大学打着名校的幌子到处招生，收着天价学费，却给了学生们一张不被社会认可的废纸文凭，希望家长和学生们都能擦亮眼睛，引以为戒不再上当受骗。